朵朵是一名狗血言情小说写手。半年前，我连载的一部《清冷仙君霸道宠》的小说火爆全平台，读者们为男女主的爱恋磕生磕死，而我却怜爱起被我一手塑造出来的反派 BOSS 周不易。今晚是我完稿的日子，也是大反派周不易的死期。身负重伤的魔尊周不易被宁华仙尊携众仙门弟子围困不周山，不周山上结缘重重。周不易眸光清扫，紧紧凝视着人群中的云霞仙子，薄唇轻启道：“连你也要杀我？”不易哥哥，对不起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必须除了你。魔族所修不过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，仙门屠戮魔族在先，本尊不过以血还血，何错之有？既然这天容不下我魔族，尊便逆了这天。不是亲妈不疼你，只是反派必须死啊！什么情况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跌倒吃人了！仙魔最终决战的战场上，来自异世的少女从天而降。魔尊，你已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！本尊乃是魔族至尊，魔族只有战死的亡，尊不退，魔族不亡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云朵朵穿书了，怎么样的穿的还是我自己写的一本小说。身为原著作者的我，本该手握金手指，拳打魔尊，脚踢仙门，屹立剧情巅峰，掌控所有人的生死。但是你，这是一本已经完结的小说，书中的后续剧情，本宝宝也不知道啊。哪里来的小妖怪？恶灵退散！亲妈，欢迎你来到书中世界，我是你的宝宝书灵小九啊。你叫谁，亲妈？我是《清冷仙君霸道宠》这本小说的书灵，你是这本书的作者，自然就是小九的亲妈呀。啊，你既然是书灵，能不能送我回到现实世界？不可以哦。亲妈被吸入书中世界，是因为本该在大结局死去的魔尊周不易觉醒自我意识，抵抗书中命运。身为本书作者，你必须消除周不易的怨气，修补剧情 bug， 才能返回现实世界。写书作者千千万，凭什么只有我被拉进书中世界？要消除剧情 bug 是吧？那我现在就杀了周不易行不行？亲妈，你住手！周不易怨气没消除前就死了的话，你就永远无法离开书中世界了。我有句 fuck 不知当警不当警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剧情 bug 源于周不易想要逆天改命，只要他心甘情愿死在你手里，亲妈就能回到现实世界了。OK，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，我该怎样才能让周不易心甘情愿的死在我手上？当然是让他爱上你啊！你是谁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救我！小九，快救我！小九，我还没把周不易怎么样，他都快先把我给嘎了，我还有命回到现实世界吗？亲妈莫慌，身为原著作者，你在这个书中世界可是自带外挂的存在。你可以用书灵之笔更改原著之书上的剧情文字，文字内容会在当前世界实现哦。此刻，周不易正用刀抵着云朵朵的脖子，这个金手指妙啊！我把文字改成我用刀抵着周不易，行不行？由于书中世界存在 bug， 请权限受制，您只能改动或者删减增加一个字哦。一个字？你闹哪样啊？亡命教义！说你到底是谁？好汉饶命！我就平平无奇一路人。谎话连篇！给我把刀改成吻！此刻，周不易正用吻抵着云朵朵的脖子。心一落，落入世间虚的花百人断肠，多执着，惊鸿怎让人遗忘？你对本尊做了什么？不是，被非礼的人是我。将我母胎单身僧喽25年，虽然被你夺了初吻，我还没嚷嚷呢，你当是恶人先告状起来了。天下竟然有你这般厚颜无耻之徒！魔尊刚才还对你喊打喊杀，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你？他可是我亲手塑造的蛾子，知子莫若母，懂不懂？唉，谁又能想到被仙门深恶痛绝的魔族至尊，其实是最恩怨分明的呢？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他这辈子最不愿意亏欠旁人。大魔头还懂礼义廉耻呢？对啊，周不易其实是我笔下最心软的神。神？他不是魔吗？在我最初的设定里，周不易是上古最后一位神明。神明碍事，自然也会怜悯被困蛮荒、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魔族，所以他转身为魔，以身入局，想要调解神魔两族的纠纷。你说的这些原著里都没提过，因为出版被编辑废稿了呀。唉，
比起神爱世人的设定，粉丝们更喜欢痴男怨女的情情爱爱，所以我笔下那个大爱苍生的神明，变成了如今与男主争风吃醋，对女主强取豪夺，最后不得善终的美强惨工具人。哎呀，我这个蛾子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太倔强，还是需要老母亲来收拾残局啊。哎，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？听妈妈的话，不然会受伤。亲妈，原歌词好像不是这么唱的。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凭什么他人穿越多才多艺，什么都会？我身为原著作者，一招传书，连钻木取火都不行。这最能加火的，好想拥有个电筒啊！是你救了本尊，这不显而易见吗？你的人是被我拖回来的，身上的伤口呢是我包扎的，我还贴心的为你取火御寒呢。所以火呢？这不正在努力吗？原来你真的是个凡人。魔尊好棒棒！哎，都说能者多劳，哎，要不您老再变出点吃食出来？我已经饿了一天了。本尊残余的魔力也只能勉强为你点一把火。那你恢复了魔力，我是不是就能有口吃的了？不周山内无法吸收魔神之气，如今的本尊与凡人无异，只有离开不周山，本尊才能恢复魔力。你的意思是，在这荒郊野岭、野兽出没之地，柔弱不能自理的我和重伤不愈的你，即将展开一段荒野求生之旅。是啊，凡人，所以你做好死的觉悟了吗？苍天呀！如果我有错，请你用法律来惩罚我，而不是把我丢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自生自灭啊！这山谷里怎么连个能吃的果子都找不到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被活活饿死了。你以为仙门中人为何要将本尊逼上不周山？这里曾是上古诸魔之地，被魔血覆盖的这片地域，再也长不出新生的幼苗。除了上古时期以魔族尸骸为生的醉眼兽，再无活物。谷底有上古禁制，本尊逃不出去，你也会死在这里。苍天呐，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么奇葩的设定？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把我自己坑死了吗？哎呀！什么声音？他是醉眼兽，他应该是闻到了本尊的魔气，寻过来的。那我们赶紧逃啊！你怎么还不起来？你磨蹭什么呢你？你刚才没听明白本尊说的话吗？只要跟在本尊身边，醉眼兽迟早会找上你。想在不周山活得更久些，就远离本尊。那可不行，要生一起射，要死一起死。小九，这原著之书是怎么回事？说好让你手指呢，它不灵光啊！书上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文字剧情了，它是不是坏了？只有亲妈你参与的重要剧情才会出现在原著之书上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文字剧情，我反而更安全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他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，朝着二人逼近。给我一边去，别过来碍事！你不是没有魔力了吗？还逞什么呢？本尊没有魔力，还有武力，本尊只能缠住他半炷香时间，还不快走！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，朝着二人逼近。为什么只能改一个字啊？这算什么金手指？危急时刻压根不顶用吗？亲妈，你赶紧想办法，周不义他快不行了，他如果死了，你就彻底回不去现实世界了。我在想，只能改一个字，改什么呢？先不管了，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，把雨给我改成饼。天空突然下起大饼，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，朝着二人逼近。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天上掉馅饼了。亲妈，你还有心思吃饼呢？周不义快被打死了！醉眼兽朝着体力不支的魔尊冲去。哼哼，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力量了。小九，把冲给我改长久。你确定？冲我这，准备冲！醉眼兽朝着体力不支的魔尊游去。少女还没死呢。醉眼兽莫名掉进池塘里，天上还能掉馅饼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明魔尊大人和我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鸿福齐天，上天护佑。
上天可不会忽悠一个魔族。本尊怎么觉着，打从你出现后，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之事呢？魔尊大人，我可就是平平无奇一凡人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和我无关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朵朵，天上的鱼儿一朵朵，我叫云朵朵。云朵朵，你最好不要欺骗本尊，否则本尊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敢，我不敢，我胆子小不禁吓。走吧。啊？去哪里啊？筑魔台，不周山禁制的阵眼就在那里。想要离开不周山，唯有破了阵眼。想要离开不周山，魔尊只能献祭云朵朵，以此破开不周山的禁制。好家伙，我只会一个好家伙！周不易，我信了你的邪，逆子，你竟敢献祭你老娘我！此处便是阵眼所在，想要破除禁制，只能以身血。快看，有灰机！什么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儿子，这可是你逼老娘的！想要离开不周山，魔尊只能现身云朵朵，以此破开不周山的禁制。不对，这里有古怪。周不易察觉古怪，顿时怒火中烧。我改。周不易察觉古怪，顿时欲火中烧。怎么会这样？魔尊，你还好吧？好热，帮本尊，云朵朵，本尊会对你负责的。心碎之荡漾，一步一面下。亲妈，咱们可是正正经经的言情小说，佛子以下不能过审。我要是被关小黑屋，我就只能举报亲妈你带头开车了。逆子，你们一个个都是逆子！我的个老妖，周不易这个禽兽，不会吃干抹净拍屁股走人，不管老娘死活了吧？怕谁禽兽呢？我操，真吓人，吓死人啊！哎，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妈，说起来是你先动的手，篡改剧情的好像是你来着。闭嘴，你这个逆子！身为原著作者的我，为嘛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？待你我逃出不周山，本尊会给你个交代。恭喜亲妈，保住小命喽！看魔尊的样子，似乎是想对你负责呢。他连最后一块饼都留给了你，亲妈你感动吗？用我变出来的饼哄我感动个毛线啊！去，口是心非的女人。刚逃出升天的魔尊与云朵朵来不及喘息，便遭遇不周山万年难遇的受潮。这一次，二人无路可逃。不要紧，既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本尊一生逆天而行，想不到末路中途竟然是这里。摸什么路装什么土啊！兄弟，你难道没听说过万能的跳崖不死定律吗 ？You jump, I jump, where I jump。什么？我让你跳啊！下去，给我把无路可逃改成有路可逃。刚逃出升天的魔尊与云朵朵来不及喘息，便遭遇不周山万年难遇的受潮。这一次，二人有路可逃。周不易，亲妈，你别急，堂堂魔尊总不至于被一条小河淹死。你懂什么？周不易的隐藏人设里有一条旱鸭子呀！亲妈，虽然花前月下气氛正好，但我不得不煞风景的提醒一句，新的剧情文字出现了。谁家好出这么虐自家的作者呀？平静的湖面隐藏杀机，水底的食人鱼朝着魔尊与云朵朵逼近。他喵的，赶紧给我把食人鱼改成美人鱼啊！平静的湖面隐藏杀机，水底的美人鱼朝着魔尊与云朵朵逼近。美人投怀送抱，云朵朵，你好福气。说什么风凉话呢？还不赶紧把他从我身上拽走！这么纤细的火烤，若是掐断，岂不可惜？周不易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刚救了你，你就过河拆桥吗？究竟是本尊过河拆桥，还是你图谋不轨？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，突然出现在神魔战场之上，好巧不巧将本尊撞下悬崖。挨着本尊在不周山内经历生死，为此还能逢凶化吉，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你怀疑我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难道本尊不该怀疑你吗？
大危机，大危机！恭喜亲妈成功挑起魔尊的杀心。不是小九，你撒花庆祝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命悬一线，你幸灾乐祸，可真受着好胆儿啊！云朵朵，你究竟图谋什么？哼，想知道我图谋什么？你凑近点儿，说给你听啊。云朵朵，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咬死你这个负心汉，压着让牛破完了，让我军法。亲妈，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！咱们可是清清白白、正正经经的狗血言情，不是海插文啊！我云朵朵，鸿福齐天，遇难成祥，怎么了啊？你运气不好，那是你的个人问题。我锦鲤花生，那是我的实力问题。我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老天爷追着赏饭吃。谁像你呀啊！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腹黑阴批，一言不合就对我喊打喊杀的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和你一起掉进一个山坳里。闹够了没有？你还有脾气了啊？说你几句怎么了？刚才你还上手掐我了呢。本尊连你脖子上的红印都没掐出来，你倒是将本尊咬成了这样，你属狗的吗？魔尊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属狗的？哎，瞅瞅我这2排大白牙，倍儿棒！不过是把你咬成了香肠嘴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咬死你，都算姑奶奶我嘴下留情。哎，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做错了事情，一味的就想着逃避，算什么男人？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如今你这浑身上下究竟还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啊？我是图谋你被仙门追杀，还是图谋你招不保息啊？我告诉你，姑奶奶我这辈子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高贵的品格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好家伙啊！你可真是好家伙啊！你连句话都不让我说了，是不是？人活一张嘴，除了吃就是说，你连说话都不让我说了，你这和杀了我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松开你！杀人凶手负心汉！那是什么？别给我扯开话题，就算是架灰机也不能吸引我此刻的注意力。亲妈，要不您老先看一眼原著之书的文字描述：魔尊与云朵朵迎来新的危机，不明上古飞兽朝2人直扑而来。他喵的，哪有什么能打小怪兽的？上古飞兽什么鬼啊？不是说不周山除了最野兽没有其他活物了吗？他喵的，我是投了怪物窝吗？还有完没完了啊！亲妈，你再不更改剧情文字，就要惹上大麻烦了。改，就这样让我改，只准改1个字，你让我改个屁啊！给我把兽改成鸡试试。啊！魔尊与云朵朵迎来新的危机，不明上古飞机朝2人直扑而来。我就说我是个小天才嘛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孤陋寡闻不懂了吧？这叫灰机，能带我们逃出升天的好东西。亲妈，仙侠世界里出现高科技产品是符合背景逻辑吗？管他呢，我的世界我做主，有本事让我穿书就别怪我搞事儿。好吧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哪里搞来的飞机驾照？夏威夷学的，有问题吗？云朵朵，你大可不必如此报复本尊。你自己晕机关我什么事儿？试着旱鸭子就算了，结果还晕机，堂堂魔尊，这没用的吧？亲妈，咱们讲点道理，你开的是飞机吗？你明明是拿出开战斗机的架势开飞机。别说魔尊了，我也要。是魔尊大人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魔尊大人，仙门四处追捕魔族，族人伤亡惨重，求您带领族人活下去吧。小九，这里就是魔族的领地吗？你看他们的装扮连乞丐都不如，堂堂魔族怎么会沦落成这样？亲妈，你给魔族加了多少debuff设定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如果不是周不易带领魔族破开蛮荒封印，魔族早就灭绝了。是啊，是我亲手造就了魔族的今天。可是，在小说设定里，神仙就该高高在上，妖魔就该人人喊打，这不是定理吗？这个问题，亲妈你不该问我。要知道，你才是原书作者，对书中世界而言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反派必须死，魔族必须亡。你来书中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周不易，消除书中世界的 bug，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返回自己的世界，书中世界也能恢复正常运行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只要死一个周不易，不是吗？跟着本尊做什么？当然是准备替你收尸啊！明明你自己的伤势都没痊愈，还耗费魔力救人。周不易，你是魔尊不假，可你想凭借一己之力托举整个魔族，哪怕耗尽你的心血，也未必能如愿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本尊该放弃族人，独善其身？明知不可为，为何还要执着呢？因为本尊是魔族的王，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王英金的职责。你下来做甚？寒池之水冰凉透骨，你一个凡人如何能忍受？别赶我走，让我陪着你。本尊不需要你陪。可我心疼，周不义，我心疼你。亲妈好样的！只要拿下魔尊，让他心甘情愿爱上你，死在你的手里，你就可以返回现实世界了。你真当我云朵朵是什么不择手段、心狠手辣的人吗？周不义原本就不是什么大反派设定，他可是我笔下我最心疼的角色。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原著剧情里把他一步一步逼向了必死的结局啊？还能是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过审啊！反派必须死，这是定律。亲妈，周不义不死，你就无法返回现实世界。你与周不义从你穿书的那一刻就注定对立。不要心疼男人，那可是你不幸的开始哦。亲妈，你不去攻略魔尊，整天待在药炉给魔族的伤患熬药，算怎么回事？你难道不想回归现实世界了？魔族沦落到如今这般田地，我才是始作俑者。我做不到亲眼看到魔族的惨痛后还无动于衷。在清冷仙君霸道宠的小说世界里，魔族既没杀过人，也没害过命，从头到尾，他们都是被我设定出来给仙门刷声望的工具人。可他们伤害过女主。是啊，为了体现魔尊爱女主之身，我特意安排了魔族伤害女主，进而引发周不义和魔族决裂的剧情。可是，身为魔族的王，周不义宁死也要带领族人闯出一条生路，他怎么会为了小情小爱抛弃甚至伤害自己的族人？小九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周不义会觉醒，甚至反抗原书世界的设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写的狗血剧情满纸荒唐，都是狗屁。对魔族和周不义而言，我就是个罪人。不好了，仙门突袭，快去禀告魔尊大人！亲妈，快看原著之书。宁华仙尊带领仙门弟子突袭魔族领地，云朵朵亲眼看到魔尊战死，魔族族灭。小九，这原著之书是不是想逼死我啊？魔尊战死，魔族族灭，我只能改一个字啊！周不义不能死，他如果含冤而死，剧情世界的 bug 就无法消除，亲妈你就再也无法回归现实世界了，保魔尊啊！可是魔族会灭族的呀！说到底，这里不过是亲妈笔下的世界，魔族对你而言只是一群纸片人，该怎么选择？亲妈你还需要犹豫吗？小姐，你错了。既然我是原书的作者，在我主宰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。魔尊我要救，魔族我也不会放弃。宁华仙尊带领仙门弟子突袭魔族领地，云朵朵亲眼看不到魔尊战死，魔族族灭，这也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你当初可是说过，我可以增减或者修改一个字，只要我这个原书作者看不到，魔尊和魔族就不会走向终局。这场仙魔大战不该由既定的命运决定，究竟鹿死谁手，该由他们自己决定。周不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切，咱们搂也搂了，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睡也……别人开口要钱，你张嘴是要命。云朵朵，你就是来克我的吧？云朵朵，你知道跟着本尊的后果吗？什么后果？本尊与魔族一样，见不得光，也看不到未来。不周山内本尊夺你清白，是本尊不对。凡你想要，只要本尊所有，你尽管要求。唯有幸福二字，本尊给不起，你明白吗？可是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云朵朵，你与本尊相识不久，你对本尊哪来的情根深重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不周山内，你允诺对我负责。周不义，如今我要你兑现诺言，我要做你的尊后，你允是不允？云朵朵，为什么你明明是个凡人，本尊却看不懂你？余生岁月漫长，你有很长的时间了解我。周不义，娶我吧。好。亲妈，你来书中世界是为了攻略周不义，不是让你把自己赔给他。你要嫁给魔尊算怎么回事？你说过原著之书只会呈现出我这个作者参与的剧情，对吧？那么我现在便将自己和周不义的命运绑在一起，不就完了？亲妈，你疯了！周不义只是你笔下的纸片人，你竟然为了他放弃回归现实世界。从我穿书的那一刻，这个世界就已经活了。在回家和周不义之间，我一定会找到第三条路。亲妈，你会后悔的。哼，说声后悔，那也是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会为了粉丝流量，胡编乱造了这个世界的狗血剧情。我不理你了。周不义，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不要让我后悔。魔族对待伴侣，从一而终。云朵朵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尊唯一的尊后。礼成。
我叫云朵朵，一个穿进自己写的小说，又把自己赔给书中反派大 boss 的傻逼作者。3年前，我为了改变魔族的命运，执意嫁给周不易。这3年来，周不易对我关怀备至，细心体贴，他满足了我对丈夫的所有幻想。我也渐渐迷失在亲手编织的美梦里，直到那一天，当所有的真相都被揭开。孙后，仙门联合龙明两族，大兵压境，魔尊独木难支，只怕此次魔族再劫难逃。我等奉魔尊大人的命令，护送尊后离开。说什么？不，我不能离开，只要我在，不义和魔族就还有一线生机。不是让你走吗？为什么还要回来送死？不义，相信我，我可以救你和魔族。区区凡人妄想对抗仙门，简直痴人说梦。凡人，哼！说起来，宁华仙尊你还要称我一声亲娘。你竟不死，找死！朵朵，小心！宁华仙尊大怒之下，朝着云朵朵袭去，朝着云朵朵跪去。妖女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乖儿子，亲妈说了，这才是开始。仙楼灵三族，万箭齐发；仙楼灵三族，万箭齐眉。宁华仙尊飞身而下，宁华仙尊飞身躺下。魔族节节败退，仙族节节败退。什么情况？仙门中人发言巅峰了！银华仙尊又是跪又是躺的，咱们这是胜了！老天爷，你可终于开眼了！不义，我们胜了。云朵朵，也就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你想我说什么？从你出现在本尊身边说起。不周山内，你说自己是锦鲤化身，鸿福齐天，可你我成婚3载，发生在你身上匪夷所思之事越来越多。云朵朵，本尊不是傻子，刚才仙门败落，是因为你的缘故，对吗？不义，人生难得糊涂，你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不好吗？可本尊至少该知道枕边人究竟是谁，你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身处的世界是我笔下的世界，是我亲手塑造出的人物，你信吗？你笔下的世界，所以魔族遭遇的不公，都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是，基于你凄惨命运，害魔族天地不容的凶手，就是你的妻云朵朵。云朵朵，我本以为此生结染，直到遇见你，以为你是此生救赎，到头来成婚3载都是谎言，这一生都在逆天抗命，可原来你才是那个所谓的天，你可真是跟本尊开了好大一个玩笑啊！对不起，不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当初写小说的时候，也没有想到书中的世界会变成现实。是啊，可谁能想到书中世界会成为现实呢？身为作者，你没有错，可是本尊和魔族的满腔怨愤，又该向谁讨还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和魔族。如果我死可以消除你与魔族心中的怨恨，你杀了我吧。你以为本尊不敢吗？你走，云朵朵，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本尊面前。魔尊大人不能就这么放过他，他可是害我们魔族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。她是我妻，夫妻一体。我族3刀6洞之刑由本尊亲自领受，以后云朵朵与魔族再无干系，她也不再是本尊的尊后。周不义，恳你杀了我，将她逐出魔族。周不义，不要！亲妈不好了，周不义怨气值不断上升，书中世界随时有崩塌的危险。小九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拯救周不义，拯救书中世界？对书中世界而言，你是如同天道一般的存在，所有剧情都会根据你的设定演变。如果你不存在，天道也就消失不见，书中世界会自行演化，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死了，周不义和书中世界就会脱离原著设定的掌控？不错，可是亲妈，为了自己笔下的世界牺牲自己，值得吗？正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我才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人物爱得深沉而热情。周不义是我最心疼的角色，也是我最心爱的人。说可惜，我只恨自己只和他生活了短短3年时光。云朵朵，爱上自己笔下的人物，无论对错，我都认了。君生未逢时，我生君未知。枉然黄粱梦，落花两不知。第1220号书中世界演化完成，对接时空局，现实世界生成中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回到现实世界？凶猛仙君霸道宠的文稿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云朵朵，周不义，
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君心我心相印，绕过长亭短亭，又到了边境，和你相遇的时候。